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史界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今天是不是中国大陆哦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习近平见了奥运代表团，也等于算是正面回应了这个美国前一阵子在奥运会上面好像一直在阴阳中国大陆队哦，那一直在那边说啊要检啊，一直在这事情上面使绊子哦。那我们看到习近平见了这个奥运代表团，他有提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这几句话就是正面在怼美国。那还说这个弘扬道德，这个体育道德风尚，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认可。哪怕你美国跟中国大陆同样拿了40面金牌，但是中国大陆40面是干净的金牌啊，这个意思讲得非常的清楚哦。那他是在人民大会堂来接见这一次这个夏季奥运的一些代表团的成员啊。那当然大家也看到这一次这40面金牌，甚至一些明星级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选手通通都出席，也有非常多相关的报道。那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是回应出来，现在中美的一个对抗已经到了方方面面了，不论是体育或者是在这个科技业哦。那字节跳动现在呢，他们要因应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美国不断的在找这个 TikTok 麻烦啊，所以他们现在就讲说要征求国际关系专家有公开的征聘，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个征聘动作，因为他们说接下来可能需要跟外部的智库专家来交流，来支持业务的安全和发展哦，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就要开始找这样国际政经以及地缘政治研究的相关专家。那另外呢，这个美方也更新了这个 CMC 的清单，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什么窃取资料啊，什么黑名单啊，总共有73家的陆企被列入名单哦。美国国防部今年的1月份扩增投资黑名单当中，也包含了长江存储，还有上海和赛科技、中微等10家这个大陆的一个企业入列。那中微公司就讲说这个美国国防部把他们列入清单，这不符合事实啊，也没有法律依据违背了程序的正当，所以中微公司的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在也你要提告希望能够摆脱这样子的一些黑名单。可是美国就是说列就列啊，反正动不动就是开始要围堵你，或者是要给你使绊子掐脖子，就开始又有一波名单来。他们现在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反击中国大陆这种科技上面快要就是有一些都是弯道超车了，我看你已经这个要超越我了，赶快给你这样子绊个脚，就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做法。那其实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说这么重要呢？就是牵动到他们11月份的美国大选。这一次贺锦丽也在全代会上面好像展现出来，很多人通通就是过去包含了像是奥巴马或者是 Michelle， 甚至是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在社会上面的一个比方体育教练啊，或者是名人啊，纷纷站出来要展现一个民主党的大团结奥巴马就提到了，他在民主党的全代会的第2天发表了40分钟的压轴演说，他就说要力挺贺锦丽，而且讲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总统，聪明经验，而且有这个就是有同理心。他说更骄傲的是他是我的朋友，这样子来盛赞贺锦丽那 BBC 就讲说，有顾问指出，这奥巴马将会有力的肯定贺锦丽是目前最适合的领导者。那华兹甚至还秀了中文他在简短的讲话之后离去，结果当时就有人在这个人群中问说华兹会不会来说一点中文啊？结果他马上就以中文回答说一点点马马虎虎，这样子回应了一下，然后就让现场很多的华裔都觉得说很有亲切感。可是呢，他昔日被质疑这个对中关系的，所以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要释放一些善意啊，故意说一点中文，感觉好像说刻意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吗？那再来还有勇士队的这个总教练科尔，他现在也是说用这个挺贺锦丽甚至还借了 Curry 的手势，Curry 的手势就是招牌手势，这个晚安手势他就说那我就把这个手势送给川普吧，叫他去洗洗睡就是这一局你是出局了啦，你洗洗睡吧。现在接下来是民主党的天下所以看起来民主党展现了他们的团结气势，可是场外是有一点不平静，因为场外冲突很多，加上很多人觉得加萨战争的事情
这个拜登处理的并不好啊，所以有数千人上街示威，要力挺巴勒斯坦，还有数百人突破了这个会场的金属护栏，有一些警民冲突产生哦。那当然，对手阵营，比方说像是跟共和党比较好的福斯新闻哦，就说，这其实附近酒店还有什么炸弹的这些消息，要增加一些是不是啊？他们这个团结之外的一些风风雨雨的相关报道哦。那贺锦丽是不是会因为这个以巴问题也变成这个选情的绊脚石？搞不好现在也变成了接下来可能辩论会的一个主要焦点。那再来，这个现在川普感觉上面看到贺锦丽来势汹汹就骂得越来越不堪啦，就说什么风差呀、弱差呀这些不堪的字眼开始要攻击贺锦丽这种贬义词通常都是拿去骂政敌但是呢，好像这样的方式也反映出来，人家觉得说，你就是这一招，就是人家反而觉得你是坚持己见不愿意聚焦在政策，而是还是你那一套人身攻击。那川普接受了 CBS 新闻政治记者的独家采访，那记者就询问锁定政敌的智力跟个人特点，那他们就讲说这个。他认为他自己是非常聪明的人川普是这么自认为那反观贺锦丽，他就说，我不认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但是他不是就是感觉上面他比贺锦丽聪明多了。然后再来，他就打了这个美国优先牌。那川普在宾州的造势活动上面讲，要确保必需品的供应链100%在美国生产而且要提到对其他国家要加征关税甚至呢，现在还要打出一个叫做马斯克牌，说不排除要邀请马斯克入阁，因为他知道说马斯克在全球都知名嘛，应该可以替他加分不少只是说不知道现在这个明星光环有没有褪去一些，但是马斯克现在好像目前表示是愿意效力的所以现在就接下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名人开始选边站，到底能够为两边阵营加多少分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这次大陆习近平是这个高规格接待这次奥运代表团我想有特别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这次这个是在中国境外主办这个奥会夏季奥会成绩最好的一次。那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很多故事在里面，包括中国的选手受到这个国际药检机构尤其是美国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美国的药检当局、美国的媒体，还有美国的政客的多重的这种抹黑打压，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取得了一个好成绩。那尤其在游泳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背景那所以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当然就是说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选手那么事实上的这个是拿的每一面牌子都是一个很干净的金牌，当然就反而指责了美国有这些选手。事实上的话，现在已经国际田径协会已经去上诉了，国际田径协会去对美国有一位这个短跑选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因为药检有问题美国的这个药检机构居然允许他去参赛提出了没有直接提出质疑，可是也提醒了国际社会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美国的这个国防部最近又公布一个清单就是所谓的军工企业名单，也就是把中国大陆这有73家公司，认为它是跟军工有关的。这里面结果这个跳出来特别来控告美国，认为它就是说是一种污蔑，是一种扭曲，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的半导体的这个中微半导体。其实它的背景是所谓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厂，这个是中国大陆现在最着重的一个部门，也就是其实半导体的设备芯片的设计的部分，中国大陆已经突破了，接下来就是制造。制造其实中国大陆的以现有的几个重要制造厂中芯来讲的话，它是有制造能力的，只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它制造的设备还是依赖国外进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所以卡脖子行业最关键的就是制造芯片的设备的厂。那所以这一次很明显的就是中微公司被标注，它被标注以后，它基本上它跟这个它产品的销售，
它的合作的对象，甚至一些技术的来源啊，如果是从美国的，那可能都会断绝。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在开始打压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厂商，这个是一个新的方向。美国不但不让所有的芯片啊，就是说晶片制造设备厂商啊出货敏感产品到中国大陆，现在也在怎么样打击中国的芯片设备制造厂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就是美国基本上是怎么讲，围得密不透风，就是不让中国的芯片业能够取得一个发展的机会啦。那这次看到这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大选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大会，我觉得开得很热闹。可是我只能就讲一句我自己感想啊，我觉得他们对于川普的恨意是这一次大团结里面最重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动的因素。大家都怕死了，恨死了这个川普，所以呢，这个是民主党大团结的一个机会，这个我认为背后最大的动力。那接下来还是要靠贺锦丽自己本人要展现扎实的这个功力跟他的什么本领了啊。所以还有大概77天嘛，所以接下来就要看贺锦丽怎么表演了。好，来请教舰长。我们选择一个国家的元首，我们到底是选择一个火炬手，我们还是选择一个骂街的小丑？那这个是人民的选择。不过我们回头看一看，2008年这个奥巴马他在选举里头，他提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 Yes, we can。那他在今天的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他讲的 Yes, she can， 也就是他用同样的一个语义呢，然后已经将这个胜利的火炬呢，从他的手上交到这个贺锦丽的手上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接下来讲那个上台的这个他前第一夫人Michelle， 他讲什么？他讲说美国希望正在卷土重来。这个希望本身呢，也就是2008年奥巴马他所高举的，这个才能够促成国家的不断的前进，而不是靠着仇恨，靠着那个仇恨动员，靠着种族划分，这样是不行的。那而且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全国代表大会里面的亚太裔党团的那个会议里面，那人讲说，你会讲中文吗？来讲一点吧。然后他就直接回应了，人家讲说 ，Do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他讲说，我只讲一点点，马马虎虎啊。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开太多的会，讲太多的话，都不如讲这么一句中文，直接拉到那个华裔这些选民的心啊。那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副总统啊。那他讲说，伟大的领袖不是让别人倒下，而是让人民开心振奋。这个开心振奋又反映在贺锦丽的身上。贺锦丽还记得吗？之前他搞一个 Bright， 也就是顽童，那他其实也就是创造一个对应什么？对应一个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又骂街，一天到晚骂街。那一个就是川普啊。那虽然呢，那个川普在接受 CBS 那个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不认为就不断的这种言语攻击会赢得大选，但是呢，他还是选择如此的不断的人身攻击贺锦丽一下又讲说他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一下呢又说从他的做事的方法疯狂的记录，恰恰好。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年轻人最喜欢这种有点疯癫特性的。那这样子呢，也就是很快就进入这个什么同温层。同温层之后，然后用了社群媒体把这一些年轻人紧紧的绑在一起，不同族裔的人绑在一起，然后让国家前进。那这个才是获胜的一个密码。而不是一天到晚骂东骂西然后一下说我不要电动车，然后一下又看到马斯克各种
力挺他，他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必须要开放电动车，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好，来请教严老师。先讲一下这个字节跳动啊，要找国际专家，这有点像我们台积电啊，有一阵子啊在争。可是我自己啊，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我真的觉得是说，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可能需要10-20年才能够对这个企业界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在这个期间，他除了在这个理论上面搞得很清楚之外，他可能有些实际参与一些研究，出国有些这个我们讲说田野的调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大概要20年的培养。所以如果今天找国际关系专家，我觉得大概可能都要找拿到学位之后10-20年，大概50岁左右的是最合适啊。但是我就代表就是说，这个其实在很多在国外都有啊。那个甚至我们讲说，在韩国他们的三星，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所以台湾在这一方面总没有这个，我们的企业界就等于是没有自己去特别去培养国际那个专家分析啊。那至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确实有这个必要。那讲到这个民主党党代表大会我自己看了以后，确实就是说民主党可能真的是因为川普然后而团结因为民主党说老实话不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政党，因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我们讲说这个选民的基础，有自由派的那个白人，有这个非洲裔的，有拉丁裔的，有年轻的，有妇女的，有亚裔，少数各种不同工会的中低下阶级的，然后也有这个东西两岸的精英，所以他们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同质性那么高的。那过去大家都觉得他们的整合有问题，共和党比较整合的好一些，可是这一次因为反对川普，所以整合的很好。那而且上台的你去看共和党那当然你说现在讲起来也没有几个这个前任的这个重要的国家元首、副元首是共和党，可是小布希没有在共和党党代表大会讲话嘛那钱尼他的副总统，他女儿跟川普闹翻了，他也没有讲。那彭斯也跟川普闹翻了，可是你看，今天看到奥巴马第一夫人然后 Michelle， 然后看明天还有克林顿，昨天还有这个希拉蕊克林顿，你就觉得说，民主党这个好像前任的元首什么都出来，就感觉上那个团结的气氛确实是比较强一些那当然，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华之漏两句中文因为我觉得共和党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打他跟中国的连结说他可能要去调查请这个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去调查，说他有没有以前做什么东西。对不起他是一个教英文的老师，你觉得在大陆那个时候这么多人，大陆一定要去，如果要做工作，我们讲说做工作的对象一定是那种东西两岸的精英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已经是企业界的，怎么会去做一个教英文老师的工作？你也太抬举华资了，觉得说大陆好像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吸收他。他真的在那个时候1990年代的时候just nobody， 他还连众议员都还没选上，所以他在中国大陆经验就是一个一般小老百姓的经验。我觉得共和党打错方向了我要去打这个中国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心一下现在目前俄乌最新一波的这个激战。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泽伦斯基讲说，这一波闪电战当中被俘的俄军是接下来乌克兰的换俘筹码，而且这些俄军大多都很年轻，有些都受伤了，他们很想要回家从地图上面你可以看到，就其实双方现在目前交战区域就是在这个红色区块已经越来越扩大了，所以他们现在包含了乌东以及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境内的领土都
都成了这个交战区。那现在目前乌克兰等于说跨境反攻哦，还俘虏了数百名的俄军。那当然，这也使得这个战争整体来说都升级了。那俄罗斯的少将、飞行员也因此哦，就是被乌克兰制空权困了这个2500俄军哦，还用铁锤来摧毁了指挥部。那这一名这个哈切夫斯基呢，就是已经被击落了。他其实是驾驶了 S-34，那因为乌克兰的空军射了防空导弹，把他的这一架飞机给击落了。那现在目前乌克兰所使用的就是法国提供的铁锤引导炸弹来袭击俄罗斯的一些地下指挥部，所以现在目前战况是非常的激烈。那另外呢，乌东这边重镇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现在目前平民都在撤离，尽管乌克兰他们现在的军队闪电攻入了库尔斯克，但是呢，这个俄军也在反攻，就是俄军反攻过去的是这个波克罗夫斯克，那乌克兰攻的是这个库尔斯克，就是双方互有来往，就你打我这边，我打你那一边哦。那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是说，这个库尔斯克州哦，3座重要的大桥都已经被乌克兰给这个等于说炸毁了，所以现在双方的这个交战是更加的这个激烈，那甚至是用一种比较就是决裂式的，就是我把你3座桥对外桥梁全部都炸毁的方式哦，来让这个战争更快速的能够挑起这个升级的这个战火。那另外我们来看看，现在德国呢倒是对于这个北溪挺有意见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俄罗斯的外长讲说，这其实就是美国授意炸掉这个北溪天然气的这个管道，所以呢俄罗斯将坚持应该是要透明的国际调查。但是呢乌克兰很明显不可能独立完成哦，德国必须要回答这些有关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的相关问题，才能够来进行这种国际调查，才能够找出真正的凶手嘛。那德国他们目前呢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这种选择党的党魁也跳出来讲，乌克兰应该要赔偿，因为这个北溪哦对于德国的影响跟损失非常的大，所以乌克兰应该要对于德国人的损失，然后花钱买了那么贵的天然气，在度过前1-2年这样子哦，可能因为北溪造成的这种我要额外负担的成本费用，你应该要买单啊！怎么会是乌克兰你去炸掉这样的一个北溪，还要去讲说是俄罗斯造成的呢？所以现在德国内部也有非常多对于乌克兰的反弹声音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俄是不是有可能现在会针对俄乌战争哦，然后有一些新的这样的可能比方说希望怎么样来止战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动作。我们看到李强去到俄罗斯访问了啊，今天会会晤普京跟这个米舒斯京。那现在普京呢，这2天的新闻是说他到了车臣，可能车臣也会再发动一波对于乌克兰的一个可能军事行动哦，所以中方是不是想要赶紧来踩刹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调停呢？那除此之外，双方也现在讨论了一些经贸、能源上面、交通的一些相关的合作。那白俄罗斯也有动作，他现在目前有60辆的火箭炮已经推向了边境。那他们说呢，这个俄罗斯军方对于中国大陆还有白俄罗斯联合研发的叫波罗乃兹这个远程多管火箭炮，表达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因此考虑要引进这一款火箭炮来增加战力。那白俄罗斯现在目前也已经把这个火箭炮部署到白俄边境了。换句话说，刚刚我们提到车臣或白俄罗斯也都在拉高警觉，北约同样也是。北约国家现在已经也高度关注这个火箭炮的一个动向哦，所以恐怕这一场战争不只是俄乌升级，可能周边国家现在也是全面性的在升级，是不是也是为着这个美选哦？让这个战争必须得要拉高这个态势，然后所以现在这个感觉起来，我们以为已经到了尾声要结束了，可是却又掀起了新的波澜。我们先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大家就要解读一下这个乌克兰炸桥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对，那这个炸桥是一方面说这个让俄军的这个前线增援部队的把他的补给线断掉，可是呢，这个桥一炸的话，乌军也不能够北进了，也就是说，乌军不是想要直捣黄龙吗？不是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些这些1450就说哇，已经要打到莫斯科了要一路挥军北上，
结果你挥军北上重要桥梁，你干嘛把它炸掉？对，所以呢，有一些大部分我看的分析的就变成就是说哈，其实乌军是已经划定界限了，他没有那个进取心了，他没有再要继续扩大打了。那这里面就是说，泽伦斯基一直在喊话，哎，我抓到你的俘虏都很年轻。我问你，俘虏都像你乌克兰的俘虏那么大年纪吗？平均43岁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其实3座桥炸了，好像你要知道，这个塞姆河是非常长的一条河啊，它在那个地方是这个重要的河，上面有几十座桥，你现在炸掉这3座桥。那俄军立刻就修了一个浮桥，在刚炸的时候，那结果乌军说我们又把那个浮桥炸掉了，可见是没有错，那个是俄军增援他在他的补给线，对于他在前线跟这个乌军作战的那个补给线，所以你基本上这种是一种守势呢，还是攻势？我认为守势比较多，而且炸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已经打到那个桥，它是用什么？它是现在研判是用海马斯火箭去炸的，远程去把它炸掉了。那到底现在乌军深入到俄罗斯，深入多少公里呢？现在我看到只有一个记录，叫深入30公里。所以它是深入的纵深30公里，宽有多少呢？大概宽是吧，30几吧，宽乘以1000多嘛，大概40宽吧，就是60。60。哎，它很多地方不一样整体来讲1250平方公里。那你知道苏梅州有多大？不是，你说那个库尔斯克州有多大？29000多平方公里。你占了它1250平方公里土地。你到底你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战略意图其实泽伦斯基讲了很多了。他说我要增加和谈的筹码。后来又说我要制造两国之间的纵深，可是这个纵深35公里60公里宽，35公里深的话，会成立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吗？所以看起来俄军根本就没有在主战场上调离重大的兵力去支援这个战场，而倒是乌军现在投入不管是6000还是12000的部队在里面。很多人都在担心，就是说你这个部队又不往前走，你就守在这一块地方上，然后呢，你反攻为守，会不会到最后俄军的主力来，你这个军队都被歼灭掉？要不然还是你要退掉，所以也就变成就是说，会不会很快变成强弩之末，都是大家都在猜的。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围魏救赵。我围这个库斯科去救俄乌东线的战场，对吧？围魏救赵。那可是俄罗斯现在怎么玩呢？俄罗斯是围赵救魏啊。俄罗斯是把东线战场往前推，让你派出去的军队去打俄罗斯的这些军队是不是要回过来东线来支援？所以就变成呢。我觉得很快啦，因为这个差不多2个礼拜，这个变化就已经很大了那可能在1个礼拜会看出来这个乌军到底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好，我们来问一下舰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克兰部队的一个反攻这个才是真正的夏季攻势这个夏季攻势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去年。可是去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今年发生了。那其实我们看这种种其实都是战场上面的作为，但是它实际上的战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它其实战略上的目的，我们讲泽伦斯基他的顾问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当乌克兰已经取得了海马斯，取得了 F-16，取得了 M1A1。然后取得了德国、法国一线的装备，都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他如何上桌谈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上桌谈判。只要乌克兰没有办法上桌谈判，他就非常可能被列强出卖。这个是泽伦斯基心里所想的。那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这个状况那其实德国那个俄罗斯他
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啊，他想的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那有关于北溪天然气管这部分，他要求德国来好好的调查。德国说波兰，反正就是你说我，我说他啦，反正大家都指来指去。但是这件事情早就媒体都已经帮你破获得很清楚了。也就是什么，大家以为啊，当初第一时间啊，有人说这些都是做的那个刚性的胶州啊，那直接那个特战部队去，结果不是，结果是做的这先后做的这个帆船啊，那个这50尺，这只非常小的一艘帆船，做了50尺的帆船呢，其实从德国出发之后，到了北溪2号这边呢，它也没有运作。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艘邮轮过来，这艘邮轮才是真正带了重装备让它去破获的最主要的一个提供一个临时基地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先后啊50尺，非常的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Julie 这一艘邮轮，它因为这一艘船它没有 AIS， 按照规定它很小不用，可是这个邮轮就在这个北溪那个天然气管这边绕来绕去，可见啊，其实无论是德国，无论是波兰，都心知肚明，这个就是老大哥的指导，非做不可。那老大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才能够透过他的页岩气上面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好，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今天我每次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个乌克兰挥军进入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三国时代啊，就是当时好像这个老是一直都是这个诸葛亮在北伐，结果忽然这个邓艾跟钟会就是魏国的，就直接从摩天岭这边滚下来，就长驱直入，就进入成都，蜀汉就完了啊。那我在想，乌克兰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也长驱直入，说不定几个人就可以突破，这个很难讲的哦。有的时候真的会哦，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他们的军队都不在这个首都附近的话，如果那就长驱直入。但是这个是一个做梦了，其实不是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我觉得就是在做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你今天看到乌东如果说我们讲传统的乌东部的2省，那现在俄罗斯还占领了这个南部的这2省因为俄罗斯觉得说我要把整个连接到克里米亚半岛，否则我的克里米亚半岛太孤立了。那如果今天要进行谈判，波兰会不会愿意说好，原来那个乌东最早的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这2个就让你了，那我这边南部的科尔松这边我要回来。可是我看俄罗斯现在大概也不会放。那如果俄罗斯还有占到其他的部分，中间的部分，到时候大家就是做一点小小的领土交换，那我相信这个战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走上谈判桌，因为彼此有一点筹码是好事我觉得俄罗斯你要让乌克兰有一点筹码，他更强，更觉得他可以上谈判桌，否则如果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他更不愿意走向谈判桌。你今天让他有一些进展之后，我觉得泽伦斯基好像有一个底气可以来谈。那谈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让出一些，然后呢，你也把你的领土的部分拿回来，这样子就比较有机会就是进入到最后的和平的阶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现在讲一下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最红的这个游戏《黑神话：悟空》那简直是已经在各个平台上面，或者是任何的话题讨论，都已经是占据了这个排行榜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 Steam 上面已经超过了150万人在线刷新了这个记录这个第一名的单机记录是《电锯判客2077》的，这第一名的单机记录，它已经刷新了，而且呢，它这个取材自《西游记》，算是大陆国产第一款
大型3A 游戏哦，同时在线的玩家人数，昨天好像你没有跟上这个话题，都已经是落伍了，就所以很多人就赶紧的啊，哪怕是看人家直播都好，所以你打开哔哩哔哩，全部都是在直播这个黑神话悟空哦。那甚至呢，最高是有同时220万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在线人数。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哦 ，B 站呢，甚至有5700万的这样的一个点击量，整个官方账号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2亿，堪称现在已经是游戏界的顶流了。不论是这个微博热搜哦，第1名也是这个黑神话悟空哦，那还有抖音的热榜也有这个黑神话悟空首发上线，因为它就在8月20号上线哦。还有很多人说8月20号要请假，甚至还有大陆很多人就讲说8月20号有些公司哦准许请假的话，哇，都会把这个公告贴到网络上面去炫耀一下，或是发朋友圈啊，还有很多人都在直播，相关的话题都占据了排行榜哦，也成为这个 Steam 历史上游戏人数第2多的，这个是连这个幻兽帕鲁，就是他等于说被他超越了，他官方账号都特别在 Twitter 上面，就是 X 上面哦，来特别祝贺一下。那我们看看还有很多的报道啊，比方说参考消息啊，或者是央视啊，都讲现在中国是要回了自己的英雄。那参考消息讲，西方的年轻人将会知道孙悟空不是来自日本，因为过去日本的游戏做得非常的好，他们都把这个孙悟空西游记哦当成好像是他们的游戏，三国也好，然后西游记也好，好像都那个让外国人都以为说是这个日本的这些故事哦。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要回我们这些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心中这样子的一个英雄角色，这样的一个图腾哦。那现在中国的文化新三样，像是这个网文、网剧还有游戏哦，正在持续的出海，所以悟空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中美对抗的缩影。有些人说看到悟空里面这一次的翻译哦，感觉上面找到了现在中华民族的一个自信，因为像是我们这个龙年哦，也不再用 dragon， 也开始用 long 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一个拼音文化开始出现在悟空里头。它这次不是叫做什么 Monkey King 哦，它这次是叫做悟空，这样直接用拼音的方式，让你这个外国人开始用拼音来学中文，所以这次也带动起一波，就是很多外国人开始在研究这一个来自中国的猴子，他们是这样形容啊，开始在学习一些中文，连金箍棒都是用拼音这样金箍棒这样子，所以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了。那还有很多的外国网友哦，都开始打听起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故事，我们来听听看。Ain't even gonna lie, yo. This might be game of the year. I'm looking at the gameplay. I'm looking at the boss battles. I'm looking at the graphics. Everything looking good on it, man. Honestly, bro, I'm thinking about buying it. Anybody in the comments want to recommend me if it's a good game or not? But what I'm seeing, it looked nice. Just cool ass design. It just makes you go and read into all of the actual lore of the shit. Like, look at all of the stuff you don't ever recognize. You learn so much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tuff from these games. 对，很多外国的一些游戏主他们都讲说，哇，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不同文化的这个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文化，所以甚至还评价说中国已经成了游戏强国了，很赞叹说这一次黑神话悟空可以做出来这么精致的画质，甚至打斗场面的丝滑哦。那当然就是你自己本身电脑的规格也要高，像我自己在上个月就换了电脑，为了黑神话悟空，所以你要跑得动这一款游戏，首先你要这个你的规格要够。那另外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媒体，像日经亚洲也讲，它现在其实这次黑神话悟空等于是重新定义了中国游戏产业的一个状态哦，整个重新定义了格局。他们甚至觉得说有可能会弯道超车他们的这个游戏产业哦，因为毕竟他们的这个任天堂也好，或者他们的 PS 也是这个游戏上面好像一直站在霸主的位置，所以他们感受到一种威胁。他们说甚至会像超级马里奥或是宝可梦这样变成一个长久型的一个文化指标。那再来还有这个美国当然坐不住了，你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就开始在讲说你这黑神话悟空有什么这个言论管控令玩家很不满哦。真的我是必须要提醒纽约时报，因为像是 Roblox 里面也都有言论管控，一些敏感词你是打不出来的。你们自己这些平台就可以别人的平台在管控一些社群氛围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在那边阴阳，真的是让人家看不下去哦。那再来，中国大陆也现在兴起了悟空经济，那在这个各省份36个取景地山西里面占了27个，所以人家
家讲说，哎，山西一定要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啊，因为黑神话里面有大量使用这山西的文物古建，那甚至呢，淮安呢也是这个《西游记》的发源地，也是这个作者吴承恩的故乡。很多人也说，哎，你也可以去淮安走走。还有呢，像是在这个福建泉州这边，也有它的这个开元寺东西塔，也是，哎，你看这个游戏里面这样子还原的逼真度这么高，很多人觉得说，好像玩这个游戏像看了电影一般，特别是这个电影是你操控的。那瑞幸又再度呢搭上这一波热潮，又再红起来。瑞幸前一阵子好像没那么红了，最近大家通通在点瑞幸，因为它有出周边商品哦，连瑞幸的股价也应声飙涨。那还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哦都卖爆，连这个客服京东的客服都回复不过来，都在补货当中，还有相关的概念股全部都涨停，所以感觉上面这个来势汹汹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好像影响到了这个西方，也觉得说，哎，我连游戏产业都要被弯刀超车了吗？难道不只是电动车，连游戏我都要输给中国大陆了吗？我们先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对啊，我想一个产品它今天要能够成功啊，两个因素啦，一个就是说它的技术层次，它的这个对于这个使用者它的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第二个就是说它背后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很重要，它有没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对，因为《西游记》尤其是孙悟空对中国的读者来讲，那耳熟能详。对。那从来没有人想象到把它跟手游给它结合起来，所以呢，那大家本来就对《西游记》对孙悟空就有好感啊。这个猴子，这只波猴，对不对？我们从小很多话都是从这个《西游记》里学出来的。那就变成就是说。这个猴子神通广大，哇！以这个毛一抓，对不对？一吹就108000里，那个金箍棒可以放到耳朵里，对不对？然后呢，他那个跑到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对不对？去拉铁扇公主的肠子啊，什么搞得铁扇公主满地求饶啊。这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这是我们这个小时候我们很多幻想的来源啦。那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很崇拜这只猴子的，对，所以这个是从中国市场出发的，结果呢，透过这个平台，它变成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什么文化自信呢，或者说是什么是这个恢复自己的文化，就你在现实的生活中。你在做的事，你把你跟你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怎么讲？这就是一个发扬自己文化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些故事别人没有，只有中国人有。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这些外国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西方人就不能够了解中国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就是说，就套钱穆的一句话，什么叫文化的传承啊？就是说，你现代的人跟你的古代的人还能够通上一口气，不要古代是古代，现代是现代，那你就没有文化了。对，其实这一次很多人都在讲说，悟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就是好像投射出这个现在中国被外国压在五指山下的那一种感受终于是好像出了一口气。因为其实，在制作期间外国都是各种唱衰，就说你做不到这种技术，这一种是我们美国人才有的这种动画技术，你是做不出来。没想到这次做出来，你看到那么多的外国游戏博主是这么的赞叹我们来问一下小舰长。《西游记》里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对，然后所有的猴子就喊：“欢呼孙大圣！”这就是这一次这一款玩具那个游戏推上网络的时候，其实中国的网民就是这个样子欢呼的。我们要这样子讲这个是一个充分表现文化出海的一个软实力之前大家一直讲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现在逼着大家都来看《西游记》那其实我们讲到说这一个黑神话悟空这一个游戏其实已经开发了7年了。在这个7年之中我们现在看到不到24小时连远在台湾我们的主持人都换电脑那换了电脑来玩，他已经达到270万人同时在线了。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到奥运选手一模一样的问题
你对于那个中国大陆的游泳队也没有多少天，你进行了600多次药检了，不要生气，我们就争气，游给你看，游出金牌来。那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主席啊，去跟这些选手握手的时候，站在 C 位的是谁 ？C 位的是全红婵。全红婵握手的时候，那个习主席还跟他聊了几句啊，然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啊，还比了一个赞。那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所谓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部分啊。那另外这一个游戏背后所产生的是什么？也就是有关于从电竞产业一路推向这个旅游产业，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字卡上面的悟空经济的部分啊。这就好像现在冰岛为什么这么热，那就是因为《白日梦冒险王》所让大家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空灵的地方，大家想去。我相信这个黑神话悟空会让着全世界的这些游戏爱好者都要到中国来看看实景是什么。好，来请教严老师。我以前看，我最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这个芝加哥很出名的影评啊，在评论中国大陆的电影的时候，他说不公平，他说他们可以拍出很好的电影，因为他们的故事太多啊，对，就是它历史很长嘛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讲说刚刚讲这个小舰长讲到说，你拍摄这些动画，你的技术能不能够到位，这些效果你能不能够做到，那个是可以学到的。可是你的题材在哪里那我觉得中国就是占这一个就便宜，就是说它的故事实在太多，而且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连西方国家有时候都要发展出一个中国的故事。为什么？他们想把这个动画也好，或想把这些电影卖回给中国。譬如说木兰，花木兰木兰也就是一个例子嘛。然后我们刚刚我还跟介大师在讲，你三国啦，这个西游记在亚太地区都熟到日本、韩国这些，所以他的那个群众会玩的这个东西，他们能够想要去玩的人就已经很多。那现在如果能够再打动，因为透过生动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之后，再打动西方，西方也想了解为什么在东方这样子一只猴子会这么受到重视，在这个我们几乎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有没有题材，你有没有故事？如果有足够的故事，你去发展，我觉得就很棒啊。那这个是过去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人就是只是小小的一点历史东西，他们都要把它放大，因为美国历史比较短。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所以你回头看看，哎呦，其实没什么东西，但他们都把它发展出一个电影啊，或者发展出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看长期的东西，那太多历史的东西可以做了啊。所以你看，光是一个《西游记》可以这样，那以前在三国的这些手游里头啊，光是一个诸葛亮就已经让这个很多的这个玩游戏的非常兴奋，就是说有很多的素材在那里。我觉得今天大陆只要在这个技术层面不断的提升，那就会有很多的观众啊。那而且还是一句老话，其实外国也很想透过游戏了解中国。所以，如果看中国发展的游戏，其实也可以看出，如果说你今天是我们英文叫 sinologist 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